我们要如何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不能完全依赖学校。山外不是一个学校，就不会存在学校所拥有的任何的规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刺激、去创造，让孩子的自主性和内在性能够长出来。在山外，大人叫大山人，小孩叫小山人。学习是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去生成的，比如说他的家庭、他的能力、他的父母对他的期待。每个孩子进来，我都会观察他2个星期，观察他有没有兴趣、喜欢的能力，所有东西。一开始有些孩子15分钟问我现在要干什么，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当一个人没有人告诉你你现在做什么，孩子的自我意识出现了，他开始思考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那这不是其实人一辈子都要思考的事情吗？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特别热爱科学，我们给他匹配的是自然科学的老师、机械科学老师。在这个完成的项目中，孩子忽然发现我要读那本书，所以他说我要学字，看这个东西里面没有中文的，他需要学英文。所有的这种学习是因为需要而产生。有时候孩子给大人上课，比如说孩子曾经因为打一个游戏很厉害，他在一个游戏叫 Minecraft 里面建立了一个城堡，他就给成人上了一节课，在里面是怎么建的这个结构。他跟山外的这些大山人完全就是一个平等的朋友关系。当下的这个现代教育基础的认知逻辑来自于工业化的工厂批量生产的这个过程。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早就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服务业时代，甚至 AI 的时代了。原本的教育它没有跟上现在的社会外部的一个变迁。我一直以来都是从事的当代艺术领域的工作，16年生了孩子，我想带着我的孩子成长。嘉宏其实他是20年的教育经验，我的经验，他的经验结合，机缘巧合下促成了山外这个项目。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清理。元展村没有带着任何的设计理念来，他的人在这里马上的一种感知反应。外面的绿植很多，把窗打掉，把天花板打掉，让外界进来。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最本质的材料，就像外面所有的大秋千、转转，空调也是裸机，电线也是全部都能看到。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重新看到所有的事物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这世界太复杂了，需要让孩子面对差异性，所以才有了什么是什么这个探究式的工作坊，让孩子得以去见识不同的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领域。刚刚好，真的。大鱼因为在摆那个餐桌的时候，忽然兴起，就跟他的女朋友求婚了。孩子们就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去见证他的求婚，就拿枯叶啊、花就给他撒。他不是学技艺、学技能，是给他们一个2天的生命故事。他们经历了，其实就学到了。我们这边有5天都来的孩子，有2天来的孩子，有只是晚上来的孩子，有每个周末来的孩子。山外的存在，它打破了大部分人对于教育只能选择一样东西单一化。教育的目的不是把所有人变得一样，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与生俱来就不一样的人，如其所示的长成他自己的那个样子。我这辈子几乎都待在学校，自从6岁以后我就进了学校。在山外之后，我觉得我终于离开学校了。